默默最近真的胖了好多，抱她都很困难。我觉得她应该是每逢佳节胖3斤嘛。现在马上又要到春节了，然后1年1度的慢食春晚这个年夜饭特别节目要马上开始演播了嘛，所以我昨天晚上特意把家里清洁打扫了一下，看起来比较干净整洁。然后今天起来之后，再加上一些布置、窗花什么的，一会儿就会去之前朋友推荐给我的一家菜市场去买菜。默默在阻碍我贴窗花。现在家里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可以出门买菜了。最近朋友给我介绍一个还不错的，据说东西挺齐全的菜市场。那我们现在就到菜市场去看看今天要买的东西。之前我公布今年年夜饭菜单的时候，有人说从我的菜单里头可以体现出今年经济下行。其实不是这样啦，是之前有很多人跟我留言说，希望他们的那家乡菜可以出现在年夜饭里头。其实每年这个年夜饭菜单里头要做什么，都会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像去年很受欢迎的这个佛跳墙，就是当时是点赞最高的一道菜嘛。那今年也有征集，可能现在经济形势确实不太好吧。今年点赞最高的是饺子。那我们一会儿去看看菜场里头有没有韭菜买，有的话可以做个韭菜馅的饺子。现在到菜场了，是这儿进去吗？我有点找不到进去的路。喂，哎，这里我看到了，在这儿前面，这里有一家豆制品会有卖千张的，然后明天会做一个拌3丝，会用到千张，但是因为千张很容易干，所以我决定明天再来买。今天先买今天用到的菜。过年一定要有一条鱼嘛，对吧？往年做过青椒鱼，做过糖醋鱼。今年想做个不一样的，做一个铁锅炖鱼吧，跟之前做的那个地锅鸡有点类似。其实一般铁锅炖鱼用草鱼会比较合适啊，但是草鱼都太大了，这里的草鱼都大概3斤4斤，家里的锅放不太下，所以我决定用鲈鱼，就一般1斤多一点的鲈鱼比较合适。但是这个鱼还是要新鲜一点，明天再来买。那我今天先拍个照，明天来买菜的小助手就知道该买哪种。这里有些卖猪肉的，我想买点五花肉，因为明天要做扣肉嘛。做扣肉就是要这种肥瘦特别均匀，然后很漂亮，然后又很规整的五花肉最好。因为现在去超市买大部分的肉都切好了，所以如果做扣肉这种菜，我都会来菜市场买它。好像楼上还有更多的食材，我们现在去楼上买。这里有金色南瓜，因为后面我们会做那个金汤娃娃菜嘛，它需要这种红皮的金南瓜。那这种要切那这个，那你帮忙。哎呦，好，谢谢。做这个菜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去参加一个酒店的线下活动，当时吃到他们大厨研发的一个新菜叫金汤鳕鱼狮子头。大家知道鳕鱼的肉会比较清淡嘛，拿它来替代这个传统狮子头里头的猪肉。当时就觉得这个创意特别的好，然后吃到了当下，我就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创意放到今年的年夜饭里头。所以今年我就打算做一个素菜版本，就是金汤娃娃菜。刚刚不说看有没有韭菜啊，我发现这里还挺多韭菜的，但是今天不打算买啊，因为大家知道韭菜买回去放到冰箱里头，你整个冰箱都是韭菜味儿。然后我决定明天来买新鲜的。接着我们要买鸭了，因为要做盐水鸭嘛。大家知道盐水鸭要挑什么样的吗？不要太肥哦，因为它是个凉菜，要稍微瘦一点的。你好，要嫩一点，然后瘦一点的，不要太肥的鸭。那这个老吗？它老，嫩的。哦，那就这个吧。因为做凉菜的盐水鸭。104块。哦，好，可以便宜点吗104块，100块挺好的，好吧？好，那100块吧。就这样子啊。啊，因为做盐水鸭是凉菜嘛，用太肥的鸭会有点油腻，用瘦一点的，然后嫩一点的比较好。羊腿肉有吗？有。怎么做啊？炒。啊，我要整块的，超过1斤吧。要不要切片切好？啊，不要切好。就是一块肉是吧？对对。还要羊排骨。够吗？这一块？就这块。一共93。羊排骨要切吗？
不用，就是2个整块就好了。好不合理哦，一般人买菜都会切的。对啊，我为什么不切？只有切菜才能体现我的技术。现在羊肉买好了，大家注意，如果要做那个宫爆羊肉的话，羊腿肉比较合适，但是要挑筋膜比较少的部位。羊排骨是炖汤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炖汤一定要是有骨头或者香嘛，所以羊排特别合适。但是不需要买这种法式羊小排，因为那种其实稍微有一点是太奢侈了，就买那个羊肋排就好，就是它的肉和骨的比例会比较适合。这个挑2斤。今天的菜就买完了，现在可以回家去开始今天的准备步骤了。现在菜已经都买好了，都买齐全了。然后刚才需要整理的、清洗的部分我也都完成了，但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做菜的环节哦。因为其实一个人烧这样一桌子菜，它绝对不是体力劳动，它是一个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事情。像我之前其实每一次我要一个人烧一桌菜的话，我一定会提前先这样建立一个表格，在里头把你所有要做的菜都列清楚，然后最好是把每一个菜的重要步骤，尤其是比较耗时间的步骤都写清楚。比如说炖高汤需要3个小时，或者是蒸扣肉需要2个小时，这种都在头列出来。这样你在等待一道菜完成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要把什么其他的步骤穿插在里头。好了，现在这个流程我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然后之后我也会把它做成图片发送出来，这样给你们做一个参考了。现在终于可以开始今天的做菜环节了。现在首先这个红豆和糯米都需要泡蛮长时间的，大概要3、4个小时，所以我们第一步先把这2个泡水。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炒盐了，因为要做盐水鸭，所以要提前腌制1天。因为之前做过一次盐焗鸡的，你们还记得吗？然后那一次买了很多这个粉盐，还剩不少，所以这次就用它。你们在家可以用普通的粗粒的海盐，尽量不要用细盐哦。炒到盐开始热了，有一点噼啪的响声的时候，就可以把香料加进去了。肉桂1个，稍微掰一掰，八角3个，然后香叶大概2片，花椒粒差不多1大勺的样子。另外还需要1大勺的五香粉。闻到出香味就关火了。接着来准备鸡和鸭，过年一定少不了这2样嘛。这个鸭是后面做盐水鸭要用到的，然后鸡是明天会做3杯鸡要用到的。但是在处理它们之前呢，我首先要把这个鸡和鸭的脊骨剪下来，就是它背后的这根骨头。剪下来是为了去煮高汤，因为这个骨头上没什么太多肉，煮汤正合适。鸭脚、鸡脚这些也都剪下来煮汤，因为屁股的部分一般很肥，包括尾部会有一些这样的油脂，都可以一起剪掉。这个是剪下来的鸭的脊骨，从中间再给它剪一刀。然后这个是鸡的，这个还有猪的大骨，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一会儿煮高汤。现在剩下的就是鸭的翅膀、腿还有前胸，都是比较肉多的部分，还有鸡也是一样，鸭脚和鸡脚也可以一起丢去煮汤。鸡屁股、鸭屁股和一些多余的油脂，这些都可以扔掉了。现在拿温水把这些鸡骨、鸭骨还有猪骨都泡一下。鸡跟鸭都拿去稍微冲洗一下。接着是一些配料了，首先是大葱，切成滚刀块，大概切个10公分的样子就够了，剩下的明天还要用的哦。接着蒜去一下皮，大概4、5瓣就够了。然后1大块姜，磨一些姜泥。接着还有一些姜片。现在沥干水的鸭子，还有冷却过、炒过的盐撒上去，给它抹匀，就这样让它均匀的腌制一下，盖上保鲜膜，放到冰箱去腌制，需要腌到明天。然后你晚上睡觉前记得的话，可以给它翻一下身。
这个是刚才的鸡，把它剪成小块，可以稍微小一点啊，像这个翅中可以再1分为2。现在这个鸡肉和刚才的这个骨头一样，用温水泡一泡。用温水浸泡可以很好的去除里头的血水，像刚刚泡过的这些骨头什么的，现在已经很干净了。接着就可以去煮高汤了。找一个大汤锅，姜片放几片进去，然后去接满水，再加点米酒到汤里头。开火，先大火把这一锅都煮开。一会儿会在烤箱里头去炖这个汤，所以现在烤箱预热一下，大概110度。现在汤已经开了，可以关火。然后表面如果有浮沫的话，可以稍微打一打。现在就可以送到烤箱去烤了，需要大概2-3个小时。接着就准备一大块五花肉，尽量选形状方正的。现在要先给它煮一下，放到这样一锅冷水里头，大概要煮20-30分钟吧，把它彻底的煮熟。这个是一会儿做扣肉要用的。在等着五花肉煮的时候，就可以来准备牛肉了。这个牛肉是明天要做的牙签牛肉需要用到的，先给它切成稍微有一点厚度的小片。牛肉逆纹切，然后你选择的部位可以选后腿肉，或者是牛柳也可以。现在旁边的肉已经煮开了，转小火，然后牛肉就可以来腌制了。放到碗中，需要加生抽、料酒，加一点蚝油、盐跟糖各1小撮。刚才准备好的姜泥，大概半小勺的样子放进去，然后玉米淀粉。接着这里有一点牙签，为了防止后面炸的时候它会变糊，用开水泡一泡。现在鸡已经泡了一会儿了，里头的血水出的差不多了，可以去沥干。现在鸡肉可以先腌制一下。这个3杯鸡的3杯就是指1杯酱油、1杯米酒，还有1杯黑麻油，所以这3个东西的比例差不多1比1比1吧。生抽，这是米酒，然后这个是黑麻油。就是黑芝麻的油，它会特别香。最后可以再加1小撮糖进去，让它腌制一下。到了明天的时候再来炒它，这样隔夜腌制不仅可以入味，而且会让肉质更嫩一些。封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去就好了。现在肉煮的差不多了，可以关火捞出来。现在呢，拿几个牙签给这个猪皮表面扎很多小孔。接着拿一点老抽，均匀的抹在它的表面，底面和侧面也都要抹到，放到一边让它上一下色。接着来准备羊肉，这个明天可以用来做葱爆羊肉，我选的是羊腿的部位，给它逆纹切成片。切好的羊肉还是需要腌制一下，刚刚切好的葱段就是这个时候腌制用的。加一点香油、老抽，然后料酒，一点蚝油、盐。1小撮糖，给它抓一抓，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去。现在这个五花肉已经有点上色了，可以来给它炸一下。找一个锅，一定要带盖子，锅里倒点油，铺满底下一层就好。然后五花肉放进去，猪皮要炒一下哦，注意火不要太大，要小火。然后油开始热了之后，这个肉皮就会开始爆油，非常可怕的，所以一定要拿锅盖盖一下。是谁在敲打我窗？在炸这个肉皮的全程中，一定要用手压着这个锅盖啊，因为爆油的这个力量可能会把锅盖给顶开的。然后之前我做那个梅菜扣肉的时候，也告诉过大家，炸肉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安全。现在你能闻到这个肉皮炸出来的香味儿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关火之后，先不要开盖，让它等一会儿，让油温降下来之后再开。锅里平静一点之后，看看它炸的效果，表面已经有一些这种虎皮的感觉了。现在把它投入冰水中。现在红豆泡的差不多了，可以来煮了。沥一下水，
煮红豆需要大概1个半小时的样子。煮开之后转小火，这个泡过冰水的五花肉可以捞出来了，稍微擦擦，给它切成厚片，肉皮朝下会比较好切。整齐的放在大碗里，接着来拌一下调料，蒜头1个压成蒜蓉，然后生抽、料酒，然后1点蚝油、1点白胡椒、糖，把这个调味汁给它拌匀。刚切好的肉放在这个碗里头了，把这个调料汁呢均匀的淋在上面。我们现在还没有放芋头进去哦，芋头明天再放。因为如果你今天晚上就把芋头放到里头的话，它会过度的吸收这个调味汁，肉就没有味道了。肉片之间也都淋一点。最后呢，再放八角2个，小葱2根，这样打个结，放在上面。然后姜片放个几片。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冷藏，明天拿出来蒸就好。现在牛肉已经腌过一会儿了，把它穿在牙签上，一个牙签上只穿1块肉。现在穿好的肉串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接着这有一个南瓜，这个是明天做那个金汤娃娃菜的时候要用的。就这样直接放盘子里包好，去微波炉转个大概4分钟。现在糯米已经泡的差不多了，把它水沥干一下。糯米泡好的状态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用手指可以很轻易把它碾碎。泡好的糯米放在碗中，给它稍微调一点味道，一点点盐，然后1点糖。姜泥加1点哦，炸过之后这个姜泥的香味会很香。再加1点玉米淀粉进去，调拌匀，接着就可以去炸锅巴了。锅巴是用生糯米炸出来的。往油炸锅里倒点油，接着一会儿炸锅巴呢，我会用这样一个工具，这是一个捞浮沫的漏勺。我无意中发现它用来炸锅巴特别的好用。如果你没有这种类似的工具，可以用一个比较平的锅铲或者木铲都可以。等油温升到180左右的时候，把这个勺先在油里头蘸一下，防粘。拌好的糯米在上面铺一层，注意薄而均匀哦。下锅去炸。炸一会儿之后，这个锅巴它就会这样一整块的从这个漏勺上面下来。这个时候让它继续在里头翻个面炸一下，然后就继续做下一个。炸到锅巴这样浅金色，然后硬硬脆脆的就捞出来沥油。现在锅巴全部都炸完了，直接吃就非常香脆，非常好吃了。你可以多炸一点当零食，但是现在稍微忍耐一下，我们要留到明天来做海鲜锅巴的。现在红豆还稍微要再煮一会儿，快好了。但是在等它的时候，来把明天要喝的一个饮料煮掉。桂圆红枣姜茶，桂圆和红枣都是准备好的，然后这个姜放个2片就好了，不要姜味太重了。然后放3块黑糖，因为这个是热饮，所以你今天晚上把它煮的差不多，明天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直接喝了。除了桂圆红枣姜茶这个热饮之外，其实明天还会做一个草莓酒。那今天也是先做一点准备，首先这个草莓切小块，直接丢到这个大容器里头。接着在里头加一点糖，然后直接倒朗姆酒进去，晃晃匀，让酒差不多可以淹过草莓就好了。就这样让它先泡1天，这样草莓里头味道就可以跑出来到朗姆酒里头。然后明天再加一些草莓酱和苏打水进去就好了。现在煮的差不多了，不用煮的特别彻底，红枣烹起来就好了。以后的姜先捞出来不用，然后这一锅就关火，盖上盖子。等到明天再加热就好了。现在红豆已经差不多了，都很软烂了，加点冰糖进去。这红豆中间水如果少的话，随时加点水哦，别煮糊了。稍微搅搅到融化。现在去搅拌机里头把它打成豆沙。找一个不粘的炒锅，倒一点植物油进去，注意要用没有明显味道的油。然后打好的豆沙倒进去。现
现在锅里的油你能感觉到被这个豆沙吸收掉了。这个时候继续往里头加点油，一次别加太多，就是少量多次的这样加进去。就这样小火，耐心一点，慢慢的翻炒，把里头的水分要全部炒干。把豆沙里头的水分完全的炒干，最后它会形成感觉像是一整坨在锅里可以这样自由滑动的状态就好了。就这样放到盘子中铺平，然后等它凉了之后，可以包保鲜膜放冰箱冷藏，明天就可以用了。今天的准备工作终于接近尾声了，现在就是今天最后一个东西——玉米面的饼子。这个是明天在炖鱼里头会用到的，会像之前那个地锅鸡一样贴在铁锅的壁上。然后上一次我用的是纯白面的，今天会用到玉米面，这个里头是玉米粉加上中筋面粉混合在一起。接着呢，加一点酵母。然后加水，边加边搅拌，差不多到这个程度就好了，不需要揉面，就是和成一个这种湿湿黏黏的面团，用刮板稍微压几下，确保它均匀就行。接着就包上保鲜膜，要放到冰箱去冷藏哦，相当于是给它冷藏发酵，这样比较好控制时间。现在汤已经炖了差不多3个小时以上了，汤的表面可以看到有厚厚的一层油，然后里头的汤是比较清澈的，这个烤箱炖出来的汤就是有这个特点，会比较清。然后我们要过滤一下，旁边我放了细纱布在漏筛里头。下面这锅就是很棒的高汤了，然后放到明天，它表面的油凝固之后可以很轻易的去掉。把这一锅就直接冷藏，如果你的冰箱够大的话，或者放在阳台上，明天做好几道菜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高汤。除了刚才的高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要过滤，就是刚才用过的油。因为这么大一锅油，明天不用的话有点浪费了，明天也有一些菜会需要用到它，所以这种要重复利用的油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过滤，不然里头的残渣会让这个油变色。用一个细筛网滤过去就好了。然后这个油明天可以继续用来炸别的东西。南瓜这样过4分钟差不多就好了，用叉子检查一下，整个软烂就行了。这是明天做金汤娃娃菜要用的，今天就还是先冷藏放冰箱。好了，那到现在为止呢，今天的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今天其实还做了蛮多事情的，这样你明天的话就可以节省一点时间。现在就把这个油去放好，然后该放冰箱的放冰箱，检查一下所有的食材，最后把所有的碗都洗完，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继续来做年夜饭了。Hello， 我回来了。现在呢，应该是吃年夜饭的当天了。那昨天已经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了，今天其实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首先第一步，你要把这所有的菜全部都洗干净，因为洗菜其实挺费时间的。如果你把这些洗菜的工作全部放到后面，你该用的时候才洗的话，你会发现手忙脚乱。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全部洗完之后，现在就是开始切的工作。首先来切一下这个甜椒，这青椒是一会儿雷椒皮蛋里头会用到的，所以有2个是不切的，就保持完整，只要把它这个蒂头去掉就好了。这个红尖椒也是保留大概2、3个完整的，剩下的就切块。接着番茄切成小块，然后是娃娃菜。娃娃菜你想要保持它外形比较完整的话，从根部这样切进去，然后这样撕开，接着再切一刀，这样用手撕的方式可以保持它外观比较干净整洁的样子。接着是青蒜，青蒜有一部分是用在那个铁锅炖鱼里头的，这部分蒜你需要把这个蒜白稍微给它拍一拍，然后再切断，这样斜着切。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蒜
是用在羊肉汤里头的，这一部分就切成小粒，像切葱花一样。接着是香芹，这个是一会儿拌3丝要用的。这个很简单，直接切断就好了。如果用西芹的话，把它切成丝。接着是香菜，小葱切成葱花。接着是姜的部分，先切片。一会儿那个三杯鸡里头要用到蛮多姜片的，这里稍微多切一点哦，切薄一些。接着留下一小块姜，擦成姜泥。然后剥蒜，蒜头也是多剥一些。下面开始切一下葱段，一会儿葱爆羊肉要用的，这是昨天切过剩下的那一根葱，继续给它切成滚刀块。接着来切韭菜了，这个是一会儿包饺子要用的，因为很多地方应该都会过年喜欢吃饺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时候过年也会吃饺子的，因为我们家长辈里头就是既有南方人又有北方人，所以有的时候会吃饺子，但有的时候不会。之前我做饺子一般都做肉馅的，但是因为年夜饭里头这个菜已经很丰盛了，都大鱼大肉的，所以今天做一个比较素的饺子，做这个韭菜鸡蛋馅。这个韭菜因为一会儿要拌馅的，所以特意装到一个比较大的碗里头。黄椒切块，切点午餐肉，这个是一会儿那个海鲜锅巴里头用到的，切成小丁就好了。白萝卜跟胡萝卜都有，一会儿炖羊排汤里头2种萝卜都会加。除了滚刀块之外，胡萝卜还要切一部分丝，这个是一会儿拌3丝要用的。接着是芋头，这个芋头扣肉要用的，所以用这种大的香芋。芋头切成跟昨天的那个五花肉差不多大小的厚片。最后一个要切的就是千张，这个一会儿拌3丝用到的，把过长的先划一刀，再切成细丝就好了。最后就是这几个皮蛋已经剥好壳放在这里了。其实之前想要用我们店里头自己卖的那种皮蛋，但是我这里都吃完了，剩下的全都送给奔驰小哥了。所以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园林小贩送我的，这个是他的朋友自己在家做的，用鸡蛋做的，这个是便蛋。还需要准备一些水淀粉，玉米淀粉中加水拌匀就好了。然后现在该洗该切的食材都差不多准备完了，下面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把你所有的菜的主食材、辅食材、调料都分门别类的归好，这样可以很有效的防止手忙脚乱。现在在整理食材之前，我们先要把这些青椒和辣椒都炕一炕，找一个平底锅开火，然后锅里什么都不要放，不要油。你可以根据你个人口味去调整辣度，像喜欢辣一点的话就多放点尖椒，怕辣的话就多放点青椒。盖上锅盖。另外这个炉子上我们就开火来煮盐水鸭了。这里准备一口大锅，往里头倒开水，让水的量差不多可以没过鸭子，让它煮着。然后这个鸭子表面现在还有一些没有完全溶解掉的盐和一些香料之类的东西，把它扒拉一下，直接放到水里头，水的量差不多可以没过它。再丢个几片姜到水里，几根葱打个结丢下去，盖上锅盖，中火让这个水煮开。然后来看旁边这个青椒，翻一下，现在表面已经开始上那种焦色了，用锅铲给它按压一下，让这个受热面积尽量的大一点。然后如果感觉锅里温度太高的话，可以稍微的关下火，让它焖一会儿。中间可以给它翻一下面。青椒感受一下它已经很软了就行了，把它放到盐钵里。接着我们就可以把2个凉菜的调料全部都拌好，因为这2个凉菜的调料其实都类似的，只是略有一点不同，所以先把基底调好。这个是生抽，然后是香醋、香油、花椒油、白胡椒、蒜头压成蒜蓉。又抓一把香菜放进去。这个就是凉菜的基础调味料。接着就开始把这些凉菜的食材都准备好。这是刚才拌3丝用到的千张、胡萝卜还有香芹，调料分一半出来。拌3丝里头最好是多加一些这个油泼辣子，这是我之前自己做的油泼辣子。好，现在一个菜的料都准备好，放在一边待用。现在是皮蛋，还有刚才的这个准备好的青椒、辣椒，然后刚才调料的一半。皮蛋里头最好多加一点蒜，所以我额外的给它多加一半蒜的蒜蓉。
然后因为一会儿这个是上桌让吃饭的客人直接自己擂，所以把它先放在一起，都放在这个盐钵里头，然后和它的调料放在一起就好了。接着就是一会儿要做的蒸肉，这个是昨天已经准备好的五花肉，然后芋头一会儿还要炸一下，但是这两个先放在一起。现在鸭已经差不多了，闻一下已经很香了。关火，让它在里头再焖一会儿。下面就是羊排了，一会儿要炖汤嘛，先汆下水。我选用的是羊肋排的部位，上面带一点肉，还带一点皮，炖出来会比较香。接着做羊排汤的时候，可以放一些香料在里头，这里有小豆蔻3个，还有一些茴香籽，这2味香料是非常适合羊肉的。接着还有花椒1大勺，放在这个茶包里。现在鸭子可以捞出来，放到旁边让它凉一凉再切哦。然后这一锅端走。接着呢，在炖汤之前还是烤箱预热一下。然后这里准备一个砂锅，旁边的羊排已经汆好水了，稍微冲洗一下。冲干净的羊排放到汤锅里头，接着刚才的香料包丢进去，然后再放几片姜片进去，把这锅先煮。接着昨天的高汤从冰箱拿出来，看一下表面的这个油已经完全的凝固了，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可以去掉。现在再开火把这个高汤加热一下，接着来准备饺子要用的面团，中筋面粉，1小撮盐，然后一边加水一边搅拌。就这样揉到差不多这个面团比较光滑就行了。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硬的状态，包上保鲜膜让它醒一醒。现在2个汤差不多都沸了，可以都关火了。然后羊肉汤就还是放到烤箱里头。然后饺子馅儿的食材在这儿，这是韭菜切好的，虾皮，还有鸡蛋。鸡蛋扣好之后，就是这些饺子的食材给它全部放在一起就好了。接着可以起油锅了，这个油是昨天用过过滤过的，记得吧？倒进油炸锅，先开火让它加热一会儿。旁边已经煮过的高汤先放到一边待用。现在油温差不多180、190的样子，芋头块下去炸。炸到芋头表面这样开始出现金黄色，你感觉它表面有一层硬壳就差不多了。芋头因为一会儿要跟扣肉一起去蒸很长的时间，你不事先炸一下的话，它会整个烂掉，所以现在给它炸一下，它就可以定型。现在芋头全部都炸完了，先把蒸箱预热一下，然后就可以来摆盘了。就把它们这样一片芋头一片肉这样间隔着摆整齐，然后把底部都塞满，边边角角的什么的。那么这个芋头掰成小块给它塞满就好了。葱姜还有八角别忘了丢回去，然后这样一碗放到蒸箱里头去蒸，需要差不多2个小时。现在就是所有热菜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这边是3杯鸡，这个是牙签牛肉，这个葱爆羊肉，这个是金汤娃娃菜，还有一个海鲜锅巴，都被安排的非常明白清楚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铁锅炖鱼，刚才小助手已经帮我把鱼杀好了，给它切一下花刀，然后要先腌制一下，两面均匀的撒上盐和料酒。鱼就这样腌制一会儿，跟它其他的材料都放到一起，然后一会儿要下锅用的调料我们先调一下啊，2大勺甜面酱，1大勺生抽，还有1大勺的蚝油，混合。除此以外，还有这个玉米饼的面团是昨天已经做好了，在冰箱里头，但先不要拿出来。现在接着来准备雪绵豆沙的材料。这个豆沙是昨天准备好的，冷掉之后它就会变成这样一整坨，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分一下，拿小勺挖一勺，搓成一个小球。旁边有一盘玉米淀粉，小球放进去裹一下，尽量搓的大小均匀，这样滚一滚，表面均匀裹上一层玉米淀粉。雪绵豆沙是一种东北的特色小吃，一会儿外面还会裹上蛋清去炸，口感还蛮特别的。现在小球都裹好了，放到旁边待用。现在可以开始准备饺子馅了。鸡蛋打散，油热之后鸡蛋下锅，稍微定型之后就开始迅速的滑散，然后关火，把鸡
鸡蛋都铲成小块哦，尽量小一点。虾皮倒进去，让油的余温把虾皮稍微炒香。然后刚才的韭菜在里头先加一点香油，在表面裹一点香油，可以防止后面韭菜出水。然后鸡蛋碎拌入韭菜中。然后现在因为饺子已经可以开始包了，所以可以加点盐。注意啊，如果你的饺子不是立刻开始包的话，不要加盐，因为韭菜还是会出水的。还有白胡椒。现在刚才的面团已经显得差不多了，现在软硬正合适。现在这个面团在中间给它戳个洞。整成这样比较均匀的条状就好了。饺子怎么包不需要我再拍了吧？之前有教过大家怎么包的。我自己在家平时也经常包饺子吃，但是做年夜饭的时候，一个人要做那么多菜，还要包饺子，可能有点太辛苦了。你们过年在家吃饺子的时候，应该也是一家人在一起包的吧？所以我旁边已经有一群小伙伴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包饺子了。现在终于可以让菜慢慢的上桌了。第一道凉菜盐水鸭，先给它切一下，这样一会儿小伙伴们包完饺子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始吃了。在盘子里排排整齐，然后装饰2根香菜上去。第一道凉菜盐水鸭可以上桌了。下面是第2个凉菜拌三丝，先把这3丝都汆下水，水里加一点盐哦。水开后下胡萝卜丝、千张丝，再次烧开之后就是香芹丝，这时候可以关火了，立刻捞到一个大碗中，刚才拌好的调料倒进去，搅和一下，就可以直接装盘上桌了。最后一点汤汁淋上去，第2道凉菜拌三丝完成。其实第3道凉菜雷椒皮蛋也一起完成了，刚才已经备好了，调料一起上桌，请客人自己擂就好了。现在把面团拿出来，它已经有点发起来，可以看到吧？接着鱼可以来煎了。这个鱼腌制一会儿过后，它会有一点出水，所以煎之前一定要拿厨房纸把它完全充分的擦干，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哦。想要鱼不粘锅，这一点一定要做到。铁锅稍微加热一下，锅热之后倒油，可以稍微多一点，晃一晃。现在鱼下锅了。鱼下锅之后，不要急着翻动它哦，可以这样转一下锅子，让它能够均匀的浸泡到油里。试着推推它，让你感觉它能够在锅子里晃动的时候再翻面。两面都金黄之后，下姜片。蒜头，让它们在旁边的油里头炸一炸，干辣椒和八角都下去。姜蒜都出香味之后，就把刚才混合好的这个酱料下去炒一炒。可以把锅子倾斜一下啊，把酱料下到油里，这样侧过来，让油可以炒到酱。接着下啤酒，然后刚才的高汤浇几勺下去，让它炖一会儿。炖这种整鱼的时候，尽量少翻动哦，你一翻它可能就碎了，所以可以用你的锅铲把这个汤拨一拨，让它两面都能够吸收到汤汁。然后一会儿我们会同时做3杯鸡，所以我旁边再放一口锅。这个鱼已经差不多可以往里头贴饼了。之前做过地锅鸡，你没有看过吗？在那个里头也有贴饼的，不过那个贴的是面饼，没有发过的。今天贴的是有一点发酵的玉米饼，把这个面团稍微和一和。揪出这样一个小球来，这个面团渗得有点湿黏，给它稍微撑一撑，就这样贴在锅边就好了。锅盖给它盖上，让面饼发一发，旁边就可以来炒3杯鸡了。在这锅里头加大概2、3大勺的黑麻油，就是之前腌那个鸡用过的，然后姜片多加一点哦，下锅，火别太大。因为黑麻油它的那个烟点比较低，火太大的话它会冒烟。炒到这个姜的边缘有一点卷曲变干的时候，把蒜头下去，也是可以稍微多一点。
蒜头也炒到微微发黄，可以把鸡下锅。昨天腌过一整夜的，直接丢下去，火可以稍微整大一点了。现在鱼差不多，打开看看，面饼都熟了，然后汤汁收的差不多都干掉了，滴几滴醋进去。最后出锅前撒上一些青蒜，还有红椒。第一个热菜铁锅炖鱼就上桌了。现在鸡肉可以翻一下，炒到鸡都变色，表面开始出现微微的焦黄色的时候，可以再下一点生抽酱油，然后一点米酒，接着它也需要一点高汤。把锅换一个灶，因为一会儿烤箱里的汤要出来了。现在汤里头可以开始加入萝卜，先把里头的香料包捞出来，萝卜丢下去，还有加几个干辣椒。这个羊肉汤炖的有点辣辣的，还蛮好喝的，在冬天可以再加一点点盐。刚刚从烤箱以后拿出来的汤很清澈的，你要在明火上再让它滚沸一下，它才会呈现出那个浓郁的感觉。最后这个三杯鸡的汤汁一定要彻底的收干哦，收到它有一点水油分离的这种感觉就好了。关火，出锅前一定要撒九层塔，九层塔是它的灵魂所在。直接用手把叶子揪下来丢进去。时差党你们可以用罗勒，但是九层塔的味道和罗勒稍微有一点点区别，不过还是可以代替着用的。九层塔的量可以稍微多一点，这一步应该叫注入灵魂。匀稍微拌拌匀，不要让九层塔的叶子太蔫了。今天的第二道热菜三杯鸡出锅了。现在再换一下炉灶，因为我们要起油锅了，还是刚才那锅油，端上来继续用。先加热它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打蛋清。打到起沫之后，往里头加玉米淀粉。之前做沙琪玛的时候跟你们说过，年夜饭会做一个用蛋清的点心，还记得吗？就是它了。你们平时有多余的蛋清可以冷冻保存，放在冰箱里头存起来，有挺多用途的。打到差不多这样，就类似做戚风蛋糕的那种硬性发泡的感觉。豆沙和蛋清一起拿到油锅这边来炸。现在豆沙在蛋清里头裹一下，就这样表面都均匀的裹上一层蛋清之后，就下油锅。一次别下太多，不然它们会互相粘在一起。筷子翻翻面，这里油的温度不要太高啊，差不多160左右。然后它刚炸好的时候，这样圆圆胖胖的，超级可爱，像一个巨大的棉花糖。表面微微发黄就好了，捞出来。雪棉豆沙出锅之后会迅速塌陷，继续炸这个豆沙。现在这个油它是昨天炸过了锅巴，然后之前炸过了芋头，都是炸的是素菜，所以不会影响到现在这个甜品的味道。最后我们还会用这锅油去炸牛肉的。大家在炸东西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使用的顺序哦，分批次把它们全部炸完出锅。上桌之前还要再撒点糖粉吗？撒上糖粉之后，是不是就很有雪国风光的感觉了？但是糖粉是不够甜的，你想让它够甜的话，可以再撒一点白糖上去。请客人们趁热吃哦，热的时候味道是最好的。今天的点心雪棉豆沙就好了。现在羊肉汤打开看看，感觉萝卜都煮烂掉了就好了。关火。上桌前再撒一点白胡椒，然后一把青蒜粒，非常暖心的羊排萝卜汤就好了。接下来是一个比较快手的菜，叫春雷阵阵，是不是听着名字有点不太明白？其实就是海鲜锅巴。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一会儿这个海鲜浇到锅巴上的时候会滋啦一声。海鲜先随便的切一切，小鱿鱼骨头和内脏去掉，头去掉。身体切成条，然后这个虾仁买来就是已经干净的，开过背的，就不需要怎么处理了。然后这个扇贝，因为我买的比较大，可以把它给片一下，上面粘着的内脏都去掉，然后中间这样横着片成2片，冲洗一下，可以下锅了。现在起个油锅。旁边这个油炸锅也要继续加热，一会儿要炸锅巴用的。一个蒜头压成蒜蓉，
蒜蓉炒黄之后，直接下海鲜，还有刚才准备好的午餐肉丁放一些进去。接着是这个冷冻的混合蔬菜，有胡萝卜、玉米，还有青豆之类的。刚才切好的番茄，现在再加点高汤进去，给它略煮一下。这个菜汤汁要多一点哦，是一个半汤羹类的菜。加点盐调调味道。旁边这个油炸锅里头的油差不多热了，我们把锅巴下锅复炸一下。油差不多也是到180左右的时候，昨天的锅巴回锅炸一下。因为现在锅巴里头其实没有什么水分的，你下锅之后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但是这个步骤还挺重要的，尽量不要省略哦。它复炸一次之后会更酥脆。更重要的是，只有热的锅巴，一会儿海鲜汤浇上去的时候，它才会有那个滋啦一声的效果。这个海鲜都熟就可以了，不要煮太久了。要给它勾一下芡，让汤汁有点浓稠。就之前准备好的水淀粉往里头倒一点，只要汤汁有浓稠感就可以了。关火，最后再滴几滴香油，点白胡椒。这个菜你最好是到桌上去组装哦，那样的话更有效果一些。可以关火了。现在在热的锅巴在盘子里，连着锅一起上桌。撒点香菜。现在这锅油还是不要拿走啊，因为它还要再来炸这个牛肉的。一会儿把牛肉在这里头炸一下，然后在旁边的锅里头再炒一下。所以我现在有2口锅都在这儿。等油温到160到180之间的时候可以下锅。今天是这锅油最后一次使用了，因为炸过肉之后它的味道就会很重了，就没有办法再来炸其他的东西。炸到肉串变成这样很漂亮的颜色就捞出来，放到旁边先沥下油。现在牛肉差不多都好了，都捞出来。这个油锅的火可以关掉了，然后旁边这个锅可以开始开火了。可以从这个油炸锅里头借点油过来。现在把这个姜泥和蒜泥都炒香，然后五香粉、孜然粉还有辣椒面在油里头稍微炒一炒之后，赶快把这个牛肉下锅。可以关火了，调料都裹在牛肉的表面。起锅前一把葱花，还有一点熟的白芝麻，翻一翻就好了。这个菜肯定会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的。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素菜了，金汤娃娃菜。首先给它汆一下水，水里加点盐，还有一点油。等水开的时候，先来准备一下金汤了。所谓的金汤其实就是高汤加南瓜。说实话，我炖那么一锅高汤，主要就是为了这个菜啊。其他的菜里头的高汤用水都可以，但是这个菜里头高汤一定必不可少的。昨天的南瓜记得吧？微波炉把它转软了，直接高汤进去，倒入搅拌机中，开始打到这样完全顺滑。现在水也开了，娃娃菜可以来汆水了。让它稍微煮个几分钟。旁边这个锅里头，刚才的金汤加进去，汤里头需要加一点盐，让它先煮开，娃娃菜软掉就好了。捞到一个漏网里头，汤沸之后就开始加水淀粉来勾芡了。表面浮沫过多的话，拿勺子稍微打掉一些。汆过水的娃娃菜下去，让它稍微裹上这个汤汁就好了。最后再撒一点枸杞和一点胡椒，出锅摆盘就好了。这个菜非常的简单，但是味道很鲜美，而且看起来有一种很吉祥富贵的感觉，非常适合年饭桌。这样非常精致的把它摆盘之后，把锅里剩下的汤汁最后淋上去就好了。这个摆盘稍微有点做作的金汤娃娃菜就可以上桌了。现在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快手菜——葱爆羊肉了。这个菜之前其实有给大家发过菜谱的，你们看过没？非常非常简单，我平时自己在家也很喜欢做来吃的。锅烧热，加油。昨天腌过的羊肉，油热之后直接下锅。这个菜非常非常的快手，而且因为之前腌制过了，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调料。羊肉变色之后就下葱，
感觉葱叶稍微有一点软就好了。起锅之前，最后滴个几滴的醋进去提提味儿。现在葱爆羊肉出锅了。现在扣肉在蒸箱里头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了，整个非常软烂了。现在再给它进行最后的收尾的工作，碗里的汤汁全部都倒出来，里头的姜片啊，还有葱、八角什么的都可以丢掉。现在找一个盘子，给它扣在上面，然后一下子给它翻过来，再把这个碗移走。最后就是个汤汁，再勾点芡。现在这个汤汁的量不太够，我再加点高汤进去。然后因为加过高汤稀释掉味道了嘛，所以再加一点点生抽，把它的咸味调回来。煮开后继续加水淀粉勾芡，给它淋回扣肉的上面，撒上一把葱花。今天的最后一个热菜芋头扣肉可以上桌了。热菜全部上桌之后，最后就还剩下饮料了。昨天的桂圆红枣茶给它再加热一下，然后作为主食的饺子也可以煮起来了。烧一大锅开水，桂圆红枣茶里头最后再下点枸杞下去。等这两锅都在煮的时候，就可以来准备一下草莓汽酒了。昨天泡好的朗姆酒和草莓，然后再加一点果丝出品非常棒的草莓果酱进去。这个草莓酱每次闻起来都是非常香的草莓香气，加一点进去，稍微搅一搅，冰块丢进去，最后倒满苏打水，看起来很漂亮的，而且有满满草莓香的草莓汽酒就好了。现在桂圆红枣茶也热好了，可以给它倒到一个茶壶里头去，这样一冷一热的两个饮品都好了。现在就来煮这个小伙伴帮我包的形态各异的饺子，每个都长得有点不太一样哦。据说里头还有一个特别的馅料，一会儿看看是谁会吃到它。水开了，往里头加点盐，饺子可以下锅了。这个饺子好像有点漏，不管了，反正不是我包的。一关火了，韭菜鸡蛋馅儿饺子熟起来很快的，不需要点水，看到它膨胀浮起来就可以捞了。饺子熟了，终于可以上桌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饭了。饺子来了。我还没说完呢，太早了。那今年的年夜饭已经是这个新年特别节目的第4年了。然后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大家过年的时候可以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欢乐时光。那在这里就祝大家己亥年诸事顺利，新年大吉，拜拜。等一下，安抚一下他现在情绪不是很稳定。啊！14年。
那现在今年的春节特别节目已经是这个系列的第4年了。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和家人一起下厨和吃饭的乐趣，希望你们年夜饭也可以吃得开心。那祝大家己亥年诸事顺利，万事大吉，新年快乐了，拜拜。